连着山林之間啊，霧氣環繞。相傳寺廟啊，就常年啊，在這樣的一個大霧彌漫當中，仙氣飄飄。現在果然又起霧了。你看這是什麼？一只癩蛤蟆啊，被壓扁了，還是被曬乾了？現在只剩這樣的一張皮了。看，把那個棉絮啊吊在空中的，看到了嗎？像吊的一個人一樣。现在我們徒步在大山之間，你看周圍啊，群山環繞，風景真是特別的漂亮。而且進到山裡面以後呢，空氣也是蠻清新的。你看今天的室外的氣溫啊，我估計也就是在28、9度，不超過30度。終於啊，不用頂着烈日呢，徒步前行呢，非常的舒服啊。過去呢，就是在這個山林間呢，有一座大佛，然後那一個寺廟呢，就因此得名為大佛寺吧。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啊，村民又將這個寺廟呢改名成了天堂寺。難道是通向天堂的寺廟？是不是通向天堂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看這個群山環繞的山林間啊，真是離天空呢蠻近的。而那個多災多難的寺廟啊，應該就在底下的山谷之間吧。也不知道過去為何會遇到這麼多的浩劫。那我們現在就要一直啊沿着這個盤山小路呢走到山谷之間吧。剛才沿途過來的時候啊，路上還遇到了一個騎摩托車的大爺，他還告訴我可以開車這樣抵達那個寺廟。你看這個路面這麼的狹窄，有一些區域啊可能就只有2米左右，不少地方都還塌陷了。還好沒有開車啊，要不可真是麻煩了。不過其他的摩托車啊還是可以的。徒步真是蠻不錯的選擇。現顯示到目的地呢，大概還有2到3公里左右吧。走。你看這裡有一個小農家，山林之間，看去是不是特別的漂亮？古香古色。哎呀，走了很長時間啊！哎，泥巴房子，哎，青磚黃牆。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啊！天氣雖然不是很熱啊，但一路過來啊，陰雨綿綿。從這裡啊，就可以看到對面的那個寺廟了。你看，就在那個半山腰之間吧。而我覺得看上去啊，並沒有想象中這麼糟糕，因為它一半啊，雖然有一些荒了，但是另外一半又感覺像是有人居住。哎，看上去好像是的，而且這周圍還種了些什麼？這些啊。茶葉嗎？不太像是這個莊稼，不知道種的什麼。你看四周，哇，空氣啊非常的好。
聽當地的村民說，這個天堂寺呢，在過去最繁榮的時候哦，香火鼎盛，而朝拜的人呢，可以排到山腳下了。而這個寺廟的僧人最多的時候，已經超過100人了吧？所以這個規模啊，應該是不小。走近以後，這個寺廟啊，你看它還蠻高的，又有點像是那種小寨子一樣，周圍有很多的大青石啊垒起來的，是不是很像那種防禦的要塞呢？你看這些大青石，非常的結實，有很長时间了喲。嘿，哇哦，寺庙啊，就这里了。我们已经到了，不过从外观来看啊，这真是有点残垣断壁哦。这里还蓝上的吗？哇，特别的滑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哇，非常滑，稍微小心点啊。果然啊，这里是蓝上的，可以进。来，你先走。这边的围栏都拦起来的。没错，你这里面。稍等一下，这里可以走。我们去这个房子里面看一下。周围已经是杂草林了。我觉得可能这里啊，在过去是改成了民家。这客厅吧。嘿，有人吗？我们进来参观一下。哇，你看，这地上啊，还放了香烛。哇，接上了好厚的蜘蛛网，上面是老人的照片，有点像是清代的老人家吧。右边这个应该是他的兒子。你看地上這裡還有香燭，是嗎？哦，這個門上啊，哇，果然哎，又是一個佛，還掛上了紅繩下面。寫的什麼“臨福到此”，什麼“奉帝敕令”，底下都是道家的文字啊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。有人嗎？非常的破舊啊。
但是你看，這個紅床上面啊，竟然放了這樣的一個木雕。墙上是一些美女的图片。这個房間裡面已經全部都坍塌了。看来有很長時間啊，沒有住人了。上面應該是還有閣樓，木板都已經腐朽了。走，你先出去。这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？你看這木門都被拆下來了，而且啊，這裡面同樣也有一個符，不過這個符現已經被破壞了。哇，好多字啊！有人嗎？一些桌子和櫃子，黑色的木櫃。看一下。里面是空的，一片破敗的景象。你這符和對面那個符是一樣的。有人嗎？打不開。这邊是連通的，和剛才那個木門。裡面就這樣的，這裡有放了很大的一個木桶，洗澡用的吧。這裡面是以前啊放糧食、放那些谷子的地方。地上，这是什麼？好多，像屎一樣。鐵鍬。
這面就通出去了，你看。走，我们先出去。感觉有很长的时间啊，这里都没有人住了。再到这里面来看一下，这是梨树，有很高的一个台阶。这过去它的石台阶了。以前门这里啊，还有对联。只有那個地方還放了一個桌子。看上去啊，這房屋以前還挺大的。你從這邊看過去，有好幾間啊。但每一間呢，都並不大。現在在下雨了，去那邊看一下。完全是雜草林啊！好，先出去。你那個地方還有一個石磨，在這裡，哼，古老的石磨。這邊是另外一戶人家，農作的地方，都已經沒了。現在還有一個蜂巢，你這個猴屋。再一些農作的工具，應該是養蜂的，是蜜蜂，還有一些蜜蜂。這裡面看上去啊，稍等一會兒，特別的凌亂。把那個棉絮啊吊在空中的，看到了嗎？像吊的一個人一樣。嚇人！但門都是鎖上的。這門牌都看不到了。有人嗎？鎖上了。後面就是這樣的。
你看，我想在這裡啊，我發現了一個老物件，是一個石柱礎，這應該就是當年啊一個寺廟殘留下來的吧？啊，這個雕刻啊，非常的漂亮。雕刻的好像是2個人，應該是生活的場景吧。然後右邊這個人是給左邊人什麼東西啊？左邊這個人說不要，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啊？這一面有點像是蓮花還是什麼？在過去這個上面啊，它應該就是那種木質的石柱礎，不過現在就变成這種大青石了，看上去真是很有年代感。这上面还有梨子，这梨树吧，很多的蒼蠅。门是锁上的，走，我们去那邊看一下。因為這裡還有石門，不過現在全部被這些石塊擋住了。你看，我一出來啊，就看到3隻狗，像惡霸一樣。嘿，巴爹，這麼兇做什麼？又不吃了你？我今天沒有帶吃的啊，巴爹，來看一下你的樣子，你長得挺可愛的，怎麼這麼兇，又很膽小？哇，好累啊，在這個屋檐底下稍微坐着避一下雨，順便呢歇息一會兒。這個雨啊也是越來越大了。那關於這個古老的寺廟啊，其實民間一直以來呢就有着不少的傳聞，而說的最多的呢，那便是啊。至今呢，都藏有寶藏，而且這個寶藏呢，那便是1瓦窯的銀子。1瓦窯是多少啊？瓦窯嘛，就是以前我們經常聽到燒的那個陶瓷的灶台嘛。那應該很多錢了喲。應該沒錯吧？反正就是一灶台的銀子嘛。但這個不重要啊。說回剛才我們的那個傳聞啊，就說啊，曾經呢，有一天啊，有一個木匠，他就來到這個寺廟裡面朝拜，結果發現竟然在這個灶台上面呢，有1瓦窯的銀子，然後他就自己啊想占為己有，就全部獨吞了嘛。但是呢，這個時候他又沒有背那個背簍，也沒有拿那個裝銀子的東西，怎麼辦呢？於是他就順手啊，先拿了2塊銀子放在自己的包包裡面，然後把另外的1瓦窯的銀子呢，全部抱着啊，找了一個地方，挖了一個洞，然後把那些銀子全部就藏在洞裡面。並且還做了一個記號啊，自己啊高高興興的趕緊就回去啊，想找一個東西呢來取這些銀子。結果在回去的路上的時候呢，發現了自己的好朋友，希望呢讓他幫忙修一下自己家的那個門。沒辦法，怕走路風聲嘛，他隨口就答應了。回去拿了工具以後呢，就去到人家家裡面啊，把那個門當修好了。修好了以後呢，這時候天色已經不早了，但他還惦記着那些銀子啊，然後趕緊回去就取了一個背簍啊，就往山上跑，跑到他自己做記號的那個地方呢，就開始挖了半天，怎麼什麼都沒有，銀子呢？然後繼續挖到深夜啊，都不見銀子的蹤影，什麼情況？難道這些銀子啊不翼而飛了嗎？就像是上天啊，在冥冥中呢，借着木匠的神力啊，把寶藏永遠的藏起來了。當然，木匠啊也拿到了他應得的那2塊銀子吧，因為啊，據說呢，這是上天給這個木匠的藏寶的工錢了。不過民間呢，至今啊還流傳着這樣的一個諺語吧，大概就是上橋對下橋，金銀1瓦窯。你看，如果我們找到這個銀子啊，那可真是發財了喲。那如果發財了，你最想幹什麼？發財了，發財的話，我最想先睡一覺吧。為什麼？因為睡醒了以後，看自己是不是做的白日夢啊。
那還真是無聊哎。是有點無聊。那你發財了，你想做什麼？肯定是去海邊度假，然後再做一個泰國 SPA。哦，泰國 SPA 不錯啊。那因為走了這麼久，你不腰酸背痛嗎？是啊，剛才我們一路下來，一會兒還爬上去啊，真是有這麼一點點腰酸背痛。不過這些想想就是了，因為君子愛財啊，取之有道嘛。這裡的空氣啊，真是很不錯。曾經的天堂寺啊，坐落在群山之間，那四周啊廟宇連綿，被這些古松蒼柏環繞着。而寧靜的大山中啊，當那個暮鼓晨鐘敲響的時候，幽山回盪。只是啊，時時動亂。你看每個時代啊，都難逃一劫。就像我們前面說到的九死一生的寺廟呢，到了破四舊的時候，10年浩劫的年代啊，當地的鄉政府呢，又把廟宇啊再次破壞了。然後周圍這些古松呢，也被砍伐以後呢，把這些木材啊，用來修建鄉政府的樓吧。如今的村民啊，談起這一件事，仍舊啊非常的激動。唯一留下的一棵老黑桃樹呢，原本啊它裡面都已經空了，不過依舊可以在下雨天的時候呢為人遮風避雨，就像現在我們這種情況吧。不過啊，在前2年打雷的時候呢，一道閃雷下來啊，就把那一棵老黑桃樹呢給劈成了2半，現在什麼都沒了。你看如今的這個古老的寺廟啊，只剩下這些青磚瓦牆了。對，青磚瓦牆啊，破爛不堪，或者說是殘垣斷壁吧。剛才我們呢一路圍着這一個古老的寺廟呢轉了一圈，現在裡面啊還剩為數不多的幾戶人家吧。他們可是從上世紀40、50年代啊一直居住在這裡的老人家吧，和他們的一些可能是子女吧，這世世代代就住在這裡。不過也只剩下幾戶人家了，還有一些非常凶惡的狗汪汪吧，阻止了我們繼續探索的腳步。不過裡面大多啊房子都和剛才我們看到的這些差不多，因为大多都已经坍塌了，還有好幾個可能是新建的吧，也不知道過去的那個恢宏的古寺究竟是怎樣呢？好吧，那這裡啊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思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古老的天堂寺，那我們的旅行啊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好吧，走了。又走到這個山坡了，再看一下這個寺廟。這裡啊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樣，與世隔絕，天堂寺嘛。剛才在裡面，除了看到那些惡霸狗以外，就沒有看到任何人，也不知道那些村民啊去哪裡了，可能在山上種田去了吧，因為周圍並沒有農田，都是這樣的一些不知道是茶葉一樣的東西。這裡啊，其實還是挺不錯的，因為空氣清新，風景優美，而且啊，與世隔絕，避開喧囂的城市啊，也算是另外一種生活，另外一種修行吧。就是蚊蟲啊比較多。哎呀，有機會可以來這裡啊，好好看一看。怎麼樣？有氧之旅啊，有氧之旅啊！你看周圍這些。這是應該是白皮松，走回去還得走差不多40多分鐘吧，因為上山要稍微慢一點。半山腰之間，你想想，如果當年好像有一個小摩托，小摩托車啊，就像上一次我們去那個南軌極樂，坐着那個小滑板。不過走這樣的山坡的話，你滑板也是上不去的。包括你也不行，因為滑板的動力不行。本來這一次是想買一個小的電動車，但是那個小的電動車好像也是它的功率不夠高。我功率高一點的話，那可能太重了，對，車放不下，所以還是徒步呢更舒服一些。看周圍。
是，不是老坟，应该是最近的。哇，好，拜。